现在大叙市宣告全面解放。自从同盟军宣布拿下缅北腊戌缅军司令部2天后，同盟军各主力继续在腊戌市中心清剿缅军残余。尤其具有指标意义的是，同盟军在7月27日攻克了腊戌西北侧制高点老象山，并缴获了大批武器。另外，当天下午，同盟军611旅攻占了腊戌缅军68团，也就是说，目前缅军在腊戌的据点就只剩下6007装甲营、第7防空营、机场306步兵营、腊戌监狱、腊戌大学等几个零星据点，并且已经被同盟军全面包围，有很大概率能在月底谈判之前彻底清剿。尤其腊戌监狱已经释放大量囚犯，包括原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中央委员、被判处33年监禁的人民议会副议长吴墩墩海英也已经获释，在同盟军的保护下妥善安置，并已经通知了他的女儿。与此同时，同盟军前线工作组对腊戌市行政接管正式开展，对腊戌市政府、警察局、41团、912工兵营、腊戌市医院等多地及街区进行了走访查看，维护当地治安，指导群众做好防控系措施，还对腊戌孤儿院进行了慰问，并捐赠50万缅币用于院内孤儿改善伙食。同盟军这次的腊戌战役之所以推进的如此顺利，仅用20余天时间就拿下缅北重镇，关键还在于其灵活多变战略战术。尤其是7月25号奇袭腊戌司令部，迅速瘫痪缅军指挥系统，堪称经典战例。这里需要对上一期视频的说法做一点更正。目前网上传出2个版本的同盟军突袭缅军司令部的路线图，其中一个是缅甸仰光媒体给出的，同盟军南线部队在连克城南马阔汽车站、大经塔、市政厅一线后，经过侦查发现司令部后山脚下的水塘一线防守薄弱，随即组织部队沿着后山山脚一举突入缅军司令部，残余缅军逃到腊戌大学一带继续顽抗。另一种说法是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所给出的路线，同盟军是在拿下河北的辎重营后，沿着机场西北角的缅军防守薄弱地带匍匐前进3公里，奇袭缅军军医院，然后再兵分2路，一路进攻司令部，一路进攻626运输支援营。根据最新消息核实，同盟军的突袭确实是从北边发起，第一时间袭击了缅军军医院的第10野战医疗营，营长在乘车逃往司令部途中被击毙。也就是说，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所给出的路线更为准确。同盟军主力211旅、311旅、611旅从3个方向发起攻击，吸引绝大部分火力的同时，又从北侧派出一支突击分队，利用缅军军医院方向的薄弱环节斩守司令部。为什么说奇袭司令部的战术十分经典？看过《亮剑》原著的朋友也许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剧中描述山本一木曾组建特种兵偷袭我军司令部，后期李云龙活学活用，也组建了特种分队奇袭国军荆门指挥部。据说同盟军总司令彭德仁也是《亮剑》资深影迷，看来学到了精髓。在战场上也学了那个，还学李云龙那种角色，大家知道了李云龙。不报此仇，我李云龙誓不为人。传我的命令，一应尽航。言归正传，目前腊戌战役最新消息是，有缅媒报道，负责腊戌防守指挥的东北军区副司令丁吞昂准将阵亡。因之前被提升为东北军区司令的索莱准将躲在木姐尚未上任，而丁吞昂就是实际负责腊戌防御的缅军最高指挥官。也有说法是，丁吞昂和一名警卫被同盟军的无人机炸伤右腿，目前正在梅缪医疗中心接受治疗。而东北军区司令部原司令梭丁少将7月中旬因腊戌战事不利辱骂第2特战总局局长乃乃乌中将后，梭丁被解除了司令职务，并将受到审查。梭丁和梭莱都在木姐，并没有坐直升机去腊戌。加上腊戌东北军区参谋长丹京温上校在早前41营基地的战斗中阵亡，不论哪一种情况，腊戌缅军已经是群龙无首，一盘散沙。另一方面，同盟军南线支队继续在腊戌外围打野，攻克海亚村附近据点后，没有返回腊戌，而是继续南下到了距离腊戌40公里外的445号公路，连续攻克圣桥、南平等缅军据点，并开始进攻44号和445号公路交汇处班纽村附近的缅军147营基地。此举目的应该是为了防止南兰一带的缅军途经班纽增援西部、角梅等地，后续同盟军可能会进一步增援西部，拓展腊戌外围空间。还有一条重磅消息是，佤邦派遣300人佤邦驻腊戌办事处警卫部队进驻腊戌，并宣布此举已经征得缅甸军方同意，并知会了果敢同盟军方面。佤联军发言人表示，根据腊戌各族的意愿，佤邦的安全部队确实于27日晚正式进入腊戌，以保护我们在腊戌市的对外关系办公室和资产，并不会干涉和支持交战各方。佤邦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在腊戌市和全国实现和平。目前网上对于佤联军进驻腊戌的看法产生很大分歧，有网友表示佤邦可能又要像入主当阳一样下山摘桃子了，
支持民族团结政府一方表示瓦联军是在破坏革命，而支持缅军一方则一厢情愿认为瓦联军是来救他们于水火之中。其实佤邦此时入驻腊戌，为和平解决腊戌之战创造了一定条件。一方面，月底就会进行第6轮海埂谈判，腊戌也有不少佤族人。瓦联军入驻之后，缅军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轰炸腊戌。另一方面，缅北掸邦地区与下缅甸在经济上不可能完全断绝，同时也事关佤邦自身的利益，为后缅军时代的腊戌赢得了发展空间。一直以来，缅北各家明第5因战乱被分割在碎裂的区域，要农业没有土地，要工业没有资源，为了供养军队大搞灰色产业、毒品、赌博，加上近几年的电诈发展成支柱产业，连年战乱与资源贫乏成为缅北明第5的集体困境。虽然佤邦和克钦发展了矿产，但也有开采枯竭的一天，到时难道又要走回头路吗？南北掸邦军口口声声说要让掸邦独立，他们真的有这个胆量吗？其实缅北和下缅甸是优势互补的，关键在于合作共赢。这次腊戌战役虽然对腊戌当地百姓的家园造成了一定破坏，也有很多抱怨，但从长远利益来看是有利于后期发展的。假如腊戌一直在缅军方手中，军政府只会把腊戌当成防范缅北明第5的碉堡，而不会真心实意去搞经济。要知道现在都21世纪了，有哪一个正常的国家或地区会在城区或山头修筑各种工事和据点？缅军方根本还是2战时期殖民思想的延续。再看缅北最繁忙的木姐到腊戌公路，各种设卡收过路费，但路真的有修过吗？可能对当地司机而言，每一次上路都是极限挑战吧。俗话说，不谋万事者，不足谋一时；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。如果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相信时代大势不可逆。缅甸局势将如何演变？欢迎订阅简易指南，下期再会。